对，就觉得哎呀好丢脸啊，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这天塌了。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我是邓邓，我是 Crystal。那上次我和 Crystal 一起录了一个视频，是关于深圳和香港的区别的。对，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用这种形式来学习汉语。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做一个这样的视频。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童年回忆。好。那 Crystal，你对你的童年有什么印象？哎呀，我觉得我童年还是挺美好的。小的时候就是玩一些很原始的一些东西，还是挺开心的吧。特别是没上小学的时候和在小学阶段都挺开心的。那你小时候一般玩一些什么？玩一些什么呀？我觉得在小学的时候，就女孩子就是跳皮筋啦，还有丢沙包呀。还有个游戏叫跳房子。你说这游戏我小时候也玩过，其实对，是吧？你比我小，那你也玩过吗？一样对，吗？我小时候玩游戏，对，跟你其实差不多，什么跳皮筋啊，然后跳房子我也玩过，还有什么呀？丢沙包，对，丢沙包我也玩过，踢毽子，踢毽子也踢过。我觉得我跟你玩的东西应该都差不多。然后，就是后来我大概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玩游戏机那个时候，你说游戏机我知道，对，是不是配着电视玩的？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我记得我可能是上小学高年级还是初中阶段，我家没有游戏机，我的堂姐家有游戏机。那个游戏叫超级玛丽，好像是。对，这是我玩的第一个这种电视的那种游戏，就是超级玛丽。我那个游戏机，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我给你讲一讲。好。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游戏机它不叫游戏机，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应该叫学习机啊。对，就是我们最开始练习打字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有一个键盘，可以练习打字。然后呢，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爸刚开始学习使用电脑，他还去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然后他就想要在家练习打字，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回来。然后我的同学家也有一个这个东西，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家买了这个类似于键盘一样的这个东西，我没有买游戏卡。但是呢，我的同学家有游戏卡然后你借过来了。对，我就借过来回家就开始玩游戏。然后我爸不练习打字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游戏。然后呢，刚开始我爸给我规定，他说你每天最多只能玩2个小时。那个2个小时还挺好的呀。对，那个时候我觉得2个小时好长啊，我觉得好，我很开心。是吗？但是呢，你玩起来就发现，哇，2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那时候你作业就很少吧？就是对，作业很少。对，那个时候作业其实还是挺少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放学回家吃饭，吃完饭然后就开始出去了，就找我的小伙伴玩了。然后就在外面像玩丢沙包啊之类的游戏。好像就是课间的时候会玩这游戏，然后放了学还会玩。还想起来我们小时候游戏推人的游戏，你有没有玩过？还有折的那种纸，东南西北，这个没有玩过。东南西北我玩过。对，就是写各种东西嘛，是吧？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会在里面写一些让你做的事情比如说让你做2个俯卧撑啊，或者是这种对，一样的。我现在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哎呀，小时候那些游戏好像还挺无聊的。对，挺无聊，但是有互动嘛，你是跟小朋友一起玩的嘛。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农村里长大的，然后我就想着小的时候我的技能还挺多的。小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没有回到我父母身边的时候，因为我8岁之前都在农村里长大的。如果在农村里玩的可能更原始一些了嘛，是吧？你可以去田地里跑吧，然后你那个地里头有种的
吃的呀，就是比如说什么韭菜呀、茄子啊、西红柿啊，你都是直接都拿来生吃都可以的。哦，对，你说这个种菜，就是农村的一些菜，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干过一个坏事儿。什么坏事？就是我家不属于农村，然后呢，但是我家附近有一个小村子，然后呢就有农民伯伯种的粮食，他们种的是红薯和花生这一些长在地里面的，挺好啊。对。然后呢，那不是我家的，我也不认识，经常能见到嘛。对，我也不认识种地的那个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啊，我现在觉得我们小时候胆子可大了。那个时候就几个小伙伴，可能才7、8岁，然后我们就一起相约去户外烧烤。哇！然后呢，什么烧的？就是挖个小土坑什么的，对，把那个土挖开，对，挖个小土坑，然后就那个时候有小火柴嘛，对，就是用火柴，然后捡一些叶子、麦秸秆什么的，对，然后就把那个东西吃的东西丢进去，然后对，等那个火灭了，就把它给刨出来吃。你们烧的成功吗？还挺成功的。然后呢，就是我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子，然后那里有农民伯伯种的红薯，是我的小伙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就知道，他说那个地方有红薯，然后我们去烧烤的时候偷偷的去。那你们肯定是先把红薯挖出来呀。对，所以去偷偷的去农民伯伯的地里面挖他的红薯。然后呢，有一次被发现了，我们就跑，赶紧跑！哇，反正是因为小孩嘛，即使被抓住了，可能问题也不大吧，可能是就想多吃点东西呀。对，那个时代可能还是物质太匮乏了，是吧？对，而且小孩嘛也没有钱，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零花钱。爸爸妈妈有时候他们会喝点啤酒嘛，就那个啤酒瓶嘛，那2毛钱一个嘛。然后我跟我姐就是因为也没有零花钱了，就觉得还可以卖点东西，卖啤酒瓶是我们自己第一次赚的钱吧，发现的商机。对，为了录今天这期视频呢，我特意去网上找了一些童年的小玩具，是吗？对，看看你有没有玩过。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小青蛙跑是吧？一按对，这是上发条的是吧？对，就是拧上，然后它就会。我应该是很小的时候玩这个小青蛙，可能2、3岁吧。其他玩具呢？看看还有什么啊？还有一个，这个你玩过吗？这个就是没有，它是一个相当于是画的东西。这个没玩过，这是90后的回忆。对，这个是我小时候玩的。你随便选一个孔，就随便选一个孔，然后你就这样转就可以了。就这么转，然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花儿。还有什么玩具啊？还有这个竹蜻蜓，就是飞起来。好，对，搓的，这样搓，对，飞。然后还有一个毽子，这个是应该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有点像运动项目的一个，试试。到哪去了？还有个这个这种现在小孩也玩呀？是吗？他们也玩这个吗？我家里有这个，就是噔摁一下这个，它就会穿上，对不对？对，有，就是摁一下，对，可以穿过去。对，然后要让这个圈穿上，也挺好玩的。然后还有这种棍子，对，就这样撒一下，然后就比如说我先开始，然后呢，我可以先把这些不动的，你要先把它拿走。对，不能动。对，这些剩下的这些不能动。但是如果说动了，那就换下一个人，下一个人来拿。没机会了。对，挺有意思。对，然后最后看谁手上的这个小棍儿比较多。好。对，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东西，你吹一下吧，试试。哎，这个好啊！掉了！这些东西可以带到学校玩。我们好像都也没有带过玩具到学校。课间玩什么？课间我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跳皮筋儿了，没有什么过多的，但是那种跟小伙伴之间的在一起的那种互动还是非常好的。而现在小孩我觉得基本上凑在一块儿就是打游戏了。我发现现在这种智能手机、这种智能设备越来越低龄化，所以现在小孩很多近视，对不对？对，很多小孩现在都近视。是，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班里有戴眼镜的吗？好像很少啊，在小学阶段。我看我家小孩现在班里有好几个戴眼镜的。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也是有人戴眼镜，小学的时候，哎，真的就是很少。哎，现在戴眼镜应该很普遍了。而且现在有一个普遍的是，小孩子的牙齿都有问题，可能是不是因为吃甜食吃多了呀？就近几年我发现我自己爱吃甜食了，是不是小时候没有吃过甜食？我记得也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块奶糖，是吧？而且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就可喜欢过年了，小时候觉得过年就非常开心，有好吃的，有新衣服啊，对，然后又放假，可以看动画片，可以看电视。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年味儿了。然后我现在我长大以后可能也不会想着说过年了特意去买一件新衣服。我还有点想，但也不是说每年就是必须要买嘛。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小孩子好像是一定要准备新衣服的。对，大人未必是一定要买，但小孩子一定是要准备的。对，可能中国那个时候物资也比较匮乏嘛，对呀，然后家里也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不会说每个季节都给你买新衣服，对吧？然后真的是小时候穿那个新衣服没有那么频繁的。我记得可能是5、6年级的时候，当时是夏天，班里的女孩子那时候流行一种衣服嘛，班里可能是有20个人都有那种衣服，然后我就没有嘛，可羡慕了。我真是很羡慕那个衣服呀。还有当时流行那个牛仔的小马甲，好多女孩子都穿那个，我也好羡慕呀。我就觉得我妈妈怎么不给我买一个呀？你有个姐姐嘛，对不对？所以会不会老是穿你姐姐的衣服？哎呀，这就是悲惨遭遇了。我姐姐大我2岁，我基本上都穿我姐剩的衣服，然后我新衣服很少，基本上就穿她剩的。我记得我姐有一条裤子嘛，那条裤子本身还是挺好看的，但是有磨损了嘛。结果有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穿着那条裤子，咵啦，腿那边裂了一条大缝，你知道吗？那不是可尴尬了？就是我可尴尬，我心里很难过呀。我好朋友都跟我说了，我说那个谁谁谁说，你看看陈平他姐姐穿什么，陈平穿什么。他们就会评论一下呀，就是他们也知道我有个姐姐嘛，也见过我姐姐。姐姐穿新衣服，姐姐穿的好嘛，姐姐穿的衣服都好，我穿的全是烂的嘛。穿旧衣服，老穿旧衣服，全是旧衣服嘛。这也没办法，多子女的家庭，可能父母不会照顾你这种情绪的嘛，然后家里的条件又不好。所以我现在因为我有2个小孩嘛，小的也会穿大的衣服嘛，然后我也是会给他不停的买新衣服，新的旧的我都让他穿。那时候还流行一种旅游鞋，就是现在的那种白色的那种运动鞋，小白鞋，对，我们现在叫小白鞋，有各种款式的嘛。那时候是流行旅游鞋了，我记得我妈妈给自己买了一双，给我姐买了一双，没有给你买，然后我妈妈说。你长得很快，就没给你买。我心想，我姐姐也在长呀，怎么没给我买呢？然后我就一直没有那个旅游鞋嘛。直到过了1、2年，我姐那双鞋我穿了，旧了，没有那么白了，也没有那么好看了。但好赖它也是双旅游鞋，但真的就是没有那种兴奋感。但是见到我姐那双鞋，我真的是。羡慕嫉妒嫉妒，真的是要嫉妒的。然后就觉得就是有点不公平嘛，就有那种感觉。怎么说呢？是独生子，你应该穿的都是新的嘛。
对，我大部分应该都是新的，但是我有很多个表姐因为我是家里我们这一辈最小的孩子，对，所以我有很多个表姐那他们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旧衣服，然后你穿上什么感觉也挺喜欢吧？对，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的一个表姐，她比我大4岁，那她有一条黄色的裙子，很漂亮，特别漂亮，我那个时候就很羡慕那个小裙子，我超级喜欢那个小裙子，然后呢，我就每天问我姐姐，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小裙子给我穿一下，或者送给我呀？然后我姐姐就说，等我穿不了了，我就给你吧。这样说的是吧？然后我等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期盼。对，我一直在期盼。我说，哎呀，我姐姐什么时候把她那条漂亮的黄色的小裙子送给我？然后我应该也等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她比我大4岁嘛。等到我能穿的时候，真的是我应该等了2-3年，她真的把那个黄色的小裙子送给我了。表姐终于把她那个黄色的小裙子送给我了嘛，然后我就穿着那个小裙子去拍了一个照片。哇，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出差了，哇，他回来给我们带了2条牛仔裤，我跟我姐一人1条嘛，也没得争了。哎呀，我穿到学校了，他们都觉得好看。哎，那件衣服真的很开心。还有就是你小时候吃的饭，比如说我现在离我妈妈很远了嘛，她在老家嘛，那我回去了，我吃她包的饺子，这个味道是独有的味道，然后别人家也包饺子，但是跟我妈妈包的就是不一样。妈包的饺子是真的包的都是最好吃的。我在网上看到别人说一句话，就是你小时候的那种儿时的味觉嘛，会影响你一生。我觉得我很相信那句话。对，我小时候就是家长比较忙嘛，我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是在外婆家吃饭，所以外婆的做饭的味道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就一直就觉得我外婆做的饭好好吃，超好吃。而且就是我就觉得做饭其实它是有一种传承的，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是经常吃我外婆做的饭嘛，然后我外婆也会做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腌黄瓜呀，然后腌萝卜呀，还有什么灌香肠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妈做饭她做的不太多，但她也会腌萝卜呀，这可能比较简单吧。对，腌咸菜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味道是一样的，就是我妈妈腌的味道和我外婆腌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就是我感觉是一种就是味道的传承，是吧？对，因为他从他的妈妈那里学来的。像我的这个，比如我会做蒸馒头嘛，我觉得就是从我妈妈那学来的。我想起来一个搞笑的事情是，我小的时候，我叔叔是在一个鞋厂工作，然后所以他们公司是产鞋的，对。然后呢，但是因为我叔叔是个男人嘛，所以他也对小孩也不太了解，他也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小孩应该穿多大的鞋。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是从他们厂里面给我拿了一双那个运动鞋，小白鞋可好看了，但是太大了，我根本穿不了。练鞋垫也不行。对，大很多，就是你可能得过2年才能穿的那种。那怎么办了？然后就只能放在那儿等，说说没事，过2年就能穿了。然后就一直放在家里。过了2年，对，可能也过了2-3年吧，然后终于长大了一点，可以穿了。可以穿了啊。然后因为那个鞋放久了嘛，鞋那个胶可能就不好了。它就自然的老化了，是吧？对，我穿第1天，走到校门口，那个鞋底就掉了。哎呀，好伤心哦，又尴尬。就超尴尬，你知道吗？然后就一瘸一拐。一只鞋底是吧？然后拖着往前走是吧？对，因为它是掉了一半儿，那不是全部掉了，是前面掉。哎呀，真是的，超级尴尬。女孩子又好尴尬是吧？不好意思。对，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就只有我们自己还记得，对吧？对呀，就是你的同学都不记得了。对，自己尴尬自己化解。对。但是那种感觉是超级难受的。对，就觉得哎呀好丢脸啊。对呀，就好像你天塌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这天塌了，这个事情，哇，这种尴尬的小事情
就可能就是那个童年的时候最大的烦恼了。对呀，别人一点都不知道，只是你觉得天塌了。对对，真的就是其实只有你自己关注这件事情。对对，现在其实以前你觉得都是天要塌下来的事情，真的是不值一提了，对吧？对，真的，你现在回头去看看你小时候觉得完了天要塌了，真的就是觉得不值一提。那中秋节之后不是都有互相送苹果、月饼之类吗？当时记得我家里有那么一箱苹果，然后那一箱苹果放在一个地方。有一天我看到我姐去里边抠了一个苹果，她吃了，我也可以吃，然后我也抠一个苹果，偷吃一个，对，偷呀，她偷一个，我偷一个，然后呢，有一天放学了，我一边吃着苹果一边走，我妈妈迎着面跟我走过来，哎，晚上一回家，她就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她就说那苹果是留着过年吃的。啊！你看你都吃光了，哎呀，我就觉得啊，怎么是我自己吃光了？我姐姐也吃了，至少一半是她吃的，一半我吃的呀。我妈妈就是头几个月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嘛，说妈，我小时候吃苹果，你在那骂我，当时可难受。她说我怎么不记得呀？我说你不记得吗？她就早就忘了，知道吧？对，是天塌下来的事情，她就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买什么东西，然后交了一些钱给学校，但是呢，那个钱可能交多了，然后最后就学校每人退了可能有10几块钱，然后呢，我就没有告诉我妈妈，我就偷偷的把那个钱自己留着了，对，准备去买吃的，然后呢，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妈是听哪个同学的家长说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她就问我，她说，哎，你们班还没有退吗？然后我说没有啊，我们班没有退。那个时候就可天真了，你知道吗？就觉得我妈会把这件事情忘了，她不记得。然后结果我妈记得是吧？一直问你。对，她过了几天，她又问我，她说这个钱有没有退回来？有没有发？你们班有没有发？那个时候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可能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对，然后就。没剩多少钱可以还给我妈，我怎么办呀？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完蛋了，天都要塌了，肯定要挨骂了然后后来就是挨了一顿骂，对，没办法嘛，因为妈妈只要一问老师就知道了嘛，就已经发了呀，对，所以就没办法。不老实嘛，小时候是吧？据为己有了。对，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好大一件事情啊，哎呀。就是偷偷的藏下了这10几块钱，觉得好严重啊，怎么办呀？真的是但是花钱的感觉就特别爽。对，除了一个小零食，然后我还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电子表，小玩具似的那种。对，就给自己买了东西。就是被我妈发现了，我把钱私吞了，然后我妈就给没收了。没收了还？对，没收了我的小电子表。对，然后还有我买的小零食也给没收了。是吗？对，没收了。对。其实我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零花钱，但是我去因为在姨家长大的嘛，后来我有时候每周我都去偷偷的去看我大姨姨夫，他们会给我零花钱。可能那时候去一次他就可能给我2块钱吧，那2块钱觉得很顶用哦。然后他们给我这零花钱，我也没有告诉爸爸妈妈，那就也是买吃的了。对，我们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就是保存那个糖纸，你们会吗？就是那个水果糖啊，小时候吃的那个水果糖，对，它那个糖纸是彩色的、透明的，就可好看了。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就会吃完糖，就把那个糖纸放在书里面压平，对，然后就收集这个糖纸。收集是吧？就看着好看。对。哎，还有小时候呢，一到快过元旦的时候，都喜欢送贺卡。对，我们也会送春节倒不送，但是元旦之前那种12月份的时候开始送贺卡，那时候买的贺卡基本上没有，都是自己做的贺卡，同学之间都是互相做的贺卡去送的，现在都是买的嘛。对，我们没有做过，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做过，对，我们都是买，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买了，买贺卡是吗？后来就是开始流行圣诞节了嘛，对，然后圣诞节过来，对，然后我们就开始
送苹果，我觉得可能他们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啊，为什么圣诞节要送苹果？然后就是平安夜嘛，和苹果谐音，所以就是在中国自己发明的一个习俗。对，送苹果。现在学生之间，我估计也会送的。对，可能就是小朋友之间会送这些东西嘛。对，就感觉也是一种友谊的象征。我其实现在想想，就是我现在最好的朋友还是我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是吧？对，好像不管你分开多久，见面还是什么都说，是吧？对对，就是我们现在都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嘛，然后也是有些已经结婚了，有些还没有结婚，但是每次只要回老家，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还会聚一聚啊，然后聊聊天啊，什么都觉得特别纯真的友谊，是吧？对对对，就不会觉得很陌生啊。对，反正我觉得人，反正你到一定阶段总会有新的朋友嘛。对。但是你小时候跟你一起长大的，你不管多久了，然后只要你跟他坐下来，还是很亲切。对对对，就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情，对吧？是很好。对，真的。小的时候，我楼上一个女孩子，她家住6楼，我家住5楼，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但是一直玩得很好。然后我们10年没见了，因为她在北京嘛，大家大学也没在一起上，都搬家了。后来，然后10年没见了。坐在一块儿还是能巴拉巴拉巴拉聊很多，对对，就是觉得，哎呀，这些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这些小伙伴，就是觉得是一种生命中一种特殊的存在，对吧？就是很纯真的友谊。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小伙伴都是就是附近的邻居，都住在附近的小朋友嘛，那个时候。也不会去很远的地方上学嘛，所以就是既是邻居又是同学，然后爸爸妈妈又是同事，都是很近的关系。对对，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是住在就是爸爸妈妈工作的单位的大院里面，对，大院里面单位的房子嘛，所以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同事，都互相认识，然后就孩子也一起玩，然后彼此都又了解又熟悉，对对，然后又一起上学呀什么的。就很美好这种感情，对，然后就是一直以来，不管大家现在有什么不同的境遇啊，然后还是很好，关系很好的朋友，真的很好，对，一辈子的朋友。对，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你现在让你对童年的自己说一段话，你会说什么？哎呀，我还是很怀念我的童年。对，那时候就是很纯粹，然后我就觉得人，越长大越孤单，因为越长大人的欲望越多了哈。小的时候就是吃和穿的，穿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吃个好东西，好吃的，我就很满足了，就。好，你呢？我想一想啊，我其实还是有一些话想对童年的我自己说的，如果让我对我童年的自己说一段话的话，我想说 ，Hello， 你好呀，童年的邓邓。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没有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哦。我小的时候特别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我觉得我小时候理想和别的孩子都不一样。别的孩子对别的孩子都想当老师呀，当警察呀，但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考古学家。然后呢，我还想说的是。虽然你没有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但是你成为了一个还不错的汉语老师。然后呢，你也认识了世界上很多的人，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然后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我觉得你现在过得也是很开心的。所以呢，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不要害怕长大，虽然长大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最终都会克服的。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不要挑食，你要好好吃饭，不然你会长不高的。我想对我童年的 Crystal 说，你小的时候还是挺棒的啊！你小时候参加过学校的体育队，然后你去参加区里的比赛，并且还得过一个竞走的那个第2名。你跟同学也一起玩的挺开心，当然也有一些因为是历史的原因
因为我是2胎嘛，我爸爸妈妈等于是在中国的这种政策下是多生的我是多余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不算多余。感谢就是这个多余的我吧。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从事对外汉语老师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小时候理想是什么？我做一个做生意的人。对，做一个做生意的人。你虽然没有做生意，女老板，但是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去交到一些你喜欢的朋友，也是很好的。我跟邓邓一样，所以从事这个工作还是很开心的。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自己也收获了，别人也得到帮助，真的是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那你们想对童年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写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或者你们也可以把想对童年的自己说的话录成一个视频，然后发到我们的官方邮箱。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有什么话题想听我们讨论的话呢，可以在评论里给我们留言。对，你们想了解什么，有什么话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持续的为大家做这种聊天的话题，你可以了解到感受到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对，然后我们是怎样聊天的，然后就是真实的对话，这样对你们的听力很有帮助。对，那如果你们想要学习汉语的话呢，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 everydaychinese.com 看一看我们的课程。不要忘记哦。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